吴道为了证明骆驼生的孩子比人生的孩子聪明，竟连夜跟家里的母骆驼生了个怪胎。吴道第一次见到那峰母骆驼，是在入秋的荒岭口。那年他23岁，辞了城里的工作，回村接手爷爷留下的老院子。村子坐落在阴山余脉的褶皱里，叫驼谷岭。听老辈人说，早年间这里是驼商古道，不知多少骆驼倒在岭上，骨头积了厚厚一层，故而得名。吴道的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个养驼人，3年前走了，只留下一院破屋，还有封被拴在林口老槐树下的母驼。那母驼瘦的只剩一副骨架，棕褐色的毛结成一缕缕的粘片，露着底下嶙峋的皮，一只眼睛瞎了，眼窝现成黑洞，另一只眼却亮得吓人，是那种浑浊的琥珀色，看人时直勾勾的，像催了寒。村里人都说这驼邪性，爷爷走后没人敢喂，他却没死，就那么拴在槐树下，靠啃树皮和岭上的蒲草活着，瘦成了一道影子。吴道回村的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飘着冷雨，他走到老槐树下，那母驼突然抬起头，瞎眼的一侧对着他，好眼却斜过来，琥珀色的瞳仁里映着他的影子，喉咙里发出哼哧哼哧的闷响，像老蜂箱在抽泣。吴道心里发怵，却还是解了拴他的粗麻绳，那绳子勒进驼皮里，结了厚厚的痂。解的时候母驼没动，只是那只好眼眨了一下，竟像是有泪从眼窝滑下来，混着雨水滴在地上，砸出小小的泥坑。他把母驼牵回老院子，找了个破石槽，倒了些玉米面和水。母驼先是闻了闻，然后低下头，慢慢舔舐，动作慢得像怕碰碎了什么。吴道看着他，忽然发现他的肚子有点鼓，不像单纯的积食，倒像是怀了崽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爷爷走了3年，这驼一直独来独往，怎么会怀崽？村里的王瘸子路过院门口，看见吴道在喂驼，隔着墙喊：吴道啊，那驼邪性，你别养，赶紧卖了货杀了，不然要出事儿。王叔，他都这样了，能出啥事儿？咋不能？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这他才死的蹊跷。吴道心里一紧，爷爷的死因村里一直传的邪乎，官方说是突发脑溢血，可村里人都说是被驼缠上了。他看着院里的母驼，他已经吃完了草里的东西，正站在墙根下，背对着他，瞎眼的一侧贴在冰冷的砖墙上，像是在听墙外面的动静。夜里，吴道睡在东屋，老院子的墙不隔音，风吹过院角的破铁皮，发出呜呜的响，像女人哭。睡到后半夜，他忽然听见院里有动静，是骆驼的蹄子踩在泥地上的声音，啪嗒啪嗒，很慢，绕着院子走。他披了件衣服，走到窗边，撩开破旧的窗帘，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洒在院里。那母驼正绕着石槽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蹄子上沾着泥，肚子比白天看起来更鼓了。他走得很稳，不像普通的骆驼，倒像是在丈量院子的大小。走到窗下时，他突然停下，抬起头，那只好眼对着窗户，琥珀色的瞳仁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直直地盯着吴道的眼睛。吴道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在炕沿上，疼得龇牙。等他再凑到窗边，母驼已经转过身，慢悠悠地走到院角的草堆旁，卧了下来，头埋在草里，一动不动，像尊石像。那一夜，吴道再也没睡着，耳边总响着哼哧哼哧的驼鸣，还有蹄子踩地的声音，似有若无，缠在耳边，像一根细麻绳，越勒越紧。吴道还是留下了那峰母驼，给他取名老鹤，因着他一身棕褐的毛。他把院子里的破棚子收拾出来，铺了干草，当做老鹤的窝，每天按时喂他玉米面、干草，偶尔还去岭上割些嫩草。老鹤的身子渐渐好了起来，毛也慢慢顺了，不再是那副瘦骨嶙峋的样子，肚子却越来越鼓，眼看就要临盆。村里的人见吴道执意养驼，都离他远远的，连平日里跟他相熟的发小，路过他家院门口也绕着走。只有村头的陈婆婆偶尔会来送些咸菜。陈婆婆是村里的神婆，懂些阴阳八卦，爷爷在世时跟她交情不错。这天傍晚，陈婆婆拎着一坛子咸菜来，看见院里的老鹤，眉头皱成了疙瘩，伸手摸了摸老鹤的肚子，老鹤竟没躲，只是喉咙里发出低低的闷响。陈婆婆的手在老鹤肚子上停了几秒，脸色瞬间白了，回头对吴道说：这驼怀的不是普通的驼崽，是凶胎，你赶紧把它送走，不然这院子里要出人命。陈婆婆，哪有什么凶胎，就是普通的骆驼崽，再过阵子就生了。普通的驼崽能怀3年，你爷爷走了3年，这驼就怀了3年，这不是凶胎是啥？驼商古道上的老说法，骆驼通阴，要是沾了死人的气，怀的崽就不是活物，是索命的鬼。吴道心里一沉，爷爷走的那天确实跟老鹤待在一起过。村里人说爷爷脸埋在驼槽里，难不成真的沾了死人的气？他看着老鹤，他正卧在草堆旁，闭着那只好眼，像是睡着了，可耳朵却直愣着，似乎在听他们说话。陈婆婆从兜里掏出一道黄符，塞给吴道，把这符贴在驼窝的门上，能挡一挡阴气，可也只能挡一时。
这驼认了你家的院子，认了你家的人，不走的，早晚要出事。吴道接过黄符，黄符上画着看不懂的符文，沾着淡淡的香灰味。他把黄符贴在驼窝的木门上。老贺突然睁开眼，那只琥珀色的眼睛盯着黄符，喉咙里发出尖锐的鸣叫声，蹄子刨着地上的干草，像是很生气。当天夜里，怪事就来了。吴道睡到半夜，被一阵急促的驼鸣吵醒，那鸣叫声跟平时不一样，尖锐凄厉，像被刀割着。院里还传来哐当的声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撞碎了。他急忙爬起来，抄起门后的铁棍，走到院里。月光很亮，洒在院里。驼窝的木门被撞开了，贴在门上的黄符碎成了几片，散在地上。老贺站在驼窝门口，头扬着，对着月亮嘶鸣，肚子剧烈的起伏着，像是要生了。他的蹄子下踩着一只死老鼠，老鼠的头被踩碎了，脑浆溅在地上，红的白的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更吓人的是，老贺的那只瞎眼竟在月光下泛着红光，像是有血从眼窝里渗出来。两只眼睛，一只琥珀色，一只血红色，对着吴道，看得他头皮发麻。你咋了？吴道壮着胆子喊了一声，铁棍握在手里，沁出了冷汗。老贺听见他的声音，停止了嘶鸣，低下头，慢慢走到他面前，用头蹭了蹭他的胳膊，动作很温顺，跟刚才判若两坨。他的肚子还在剧烈起伏，嘴里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，像是在求他帮忙。吴道的心软了，他放下铁棍，伸手摸了摸老贺的头，老贺的毛很烫，像是发了高烧。你是不是要生了？他问。老贺像是听懂了，点了点头，慢慢走回驼窝，卧在干草上，看着他，眼神里竟带着哀求。吴道没办法，只能蹲在驼窝旁，守着老贺。后半夜，天更冷了，刮起了大风，老贺的嘶鸣声又响了起来，一声比一声凄厉。院里的草被风吹得乱飞，石槽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。就在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老贺突然浑身一颤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鸣叫。然后吴道看见一只小小的驼体从老贺的肚子底下伸了出来，沾着血和粘液。老贺生了一只驼仔，可那驼仔却根本不是普通的骆驼仔，它只有猫那么大，浑身没有毛，皮肤是青灰色的，皱巴巴的，像一块泡发的腐皮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却能发出滋滋的叫声，像老鼠。它的腿很短，细得像筷子，站都站不起来，只能在干草上蠕动。身后的驼尾只有一小截，光秃秃的，没有毛。老贺低头舔着驼仔，舌头划过驼仔青灰色的皮肤，驼仔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。老贺的动作温柔了许多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哼鸣，像是在哄孩子。吴道看着那只怪异的驼仔，心里的寒意从脚底窜到头顶。陈婆婆的话在耳边回响：这头怀的不是普通的驼仔，是凶胎，这东西根本不是活物。他终于信了，这东西根本不是活物。老贺生了凶胎的消息，第二天就传遍了驼谷岭，村里人吓得不敢出门，家家户户都关着门，贴着符，生怕那凶胎找上门。王瘸子更是拎着锄头跑到吴道院门口，喊着让他把老贺和驼仔一起杀了，不然全村都要遭殃。你别执迷不悟，那东西是鬼变的，留着它，你爷爷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吴道把院门反锁，靠在门上，听着外面的叫骂声，看着院里的老贺和驼仔。老贺把驼仔护在怀里，卧在草堆旁，那只血红色的瞎眼盯着院门，像是在防备着什么。驼仔在老贺怀里蠕动着，发出滋滋的叫声，青灰色的皮肤在阳光下竟泛着一层淡淡的幽光。他想把他们送走，可老贺像是粘上了他，只要他一靠近院门，就会发出尖锐的鸣叫声，蹄子刨着地上的土，像是要跟他拼命。而且那驼仔离开老贺就会不停尖叫，声音尖锐的让人耳膜生疼。吴道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留下他们。每天除了喂老贺，还要给那驼仔喂羊奶。村里只有一户人家养了羊，吴道好说歹说才买了些羊奶。那驼仔喝羊奶的时候，嘴巴张得很大，露出细小的牙齿，牙齿是黑色的，像染了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驼仔长得飞快，半个月的时间就长到了小狗那么大，身上慢慢长出了毛，却是黑色的，短而硬，像针一样，眼睛也睁开了，竟跟老贺一样，一只琥珀色，一只血红色，看人时直勾勾的，没有半点稚气，只有阴冷。它不再像刚出生时那样只会蠕动，能站起来走路了，走得摇摇晃晃，却总喜欢跟在吴道身后。吴道走到哪，他跟到哪，嘴里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，像老贺。吴道给他取名小黑，可村里人都叫他凶仔。小黑很凶，院里的鸡猫只要靠近他，都会被他扑上去咬死，喉咙被咬破，血被吸干，只剩下一具干瘪的尸体。吴道发现后，把小黑关在驼窝里，可小黑竟能咬断粗麻绳，半夜里从驼窝里钻出来，在院里乱窜。第二天一早，院里就会多一具死物的尸体。更诡异的是，岭上开始有人失踪了。第一个失踪的是村里的张老汉。张老汉每天都去岭上割草，那天去了就再也没回来。村里人找了3天，在岭上的老驼道旁发现了他的草帽，草帽上沾着血，还有几个深深的蹄印，像是骆驼踩的，可那蹄印很小，跟小黑的蹄子一模一样。第二个失踪的是村里的年轻后生二柱，二柱是王瘸子的侄子，不信邪，说要去岭上找凶仔，把他打死。结果去了岭上就没了音讯，村里人再去找，只在岭上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他的一只鞋，鞋里塞着一根黑色的驼毛，是小黑身上的毛。村里的人彻底慌了，都说是吴道养的凶仔害了人，聚在
吴道的院门口，喊着要烧了他的院子，杀了老贺和小黑。陈婆婆拦在人群前面，别冲动，这凶灾沾了人血，已经成了气候，烧了院子只会让他更凶。驼骨崖是驼骨岭最险的地方，崖下是万丈深渊，早年间无数驼商和骆驼摔死在那里，骨头堆成了山。村里人都说那地方阴气重，是阴曹地府的入口。吴道站在院里，听着外面的话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他看着小黑，小黑正卧在老贺身边，舔着老贺的毛，那只血红色的眼睛却斜过来盯着他，像是在笑。他知道这是因他而起，也该由他结束。当天晚上，吴道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爷爷。爷爷站在驼槽旁，背对着他，身上沾着骆驼草，嘴里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，跟老贺的叫声一样。吴道喊他，爷爷转过身，脸却不是爷爷的脸，是老贺的脸，一只琥珀色的眼睛，一只血红色的眼睛，对着他说，他要的是吴家的人，是这院子的根。吴道从梦里惊醒，浑身是汗。院里传来老贺和小黑的鸣叫声，一唱一和，凄厉而诡异，像是在庆祝什么。他走到窗边，看见老贺和小黑站在院里，对着岭上的方向嘶鸣着。岭上的方向有一道黑影在月光下一闪而过，像是一只巨大的骆驼，却没有头。吴道的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预感，那黑影才是一切的根源。老贺和小黑只是他的傀儡。陈婆婆定了计，要在15的晚上把老贺和小黑引到驼骨崖。15的晚上，营口大开，就在驼骨崖。为了引老贺和小黑出来，吴道成了诱饵。陈婆婆给了他一包香灰，让他抹在身上。抹上香灰能掩盖人气，不让那俩凶仔察觉。这套木枝能打退阴气。15的晚上，天很晴，月亮圆得像一个玉盘，挂在天上，洒下清冷的月光。吴道抹上香灰，拿着桃木枝打开院门，老贺和小黑果然跟了出来。小黑走在前面，摇摇晃晃的，眼睛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老贺跟在后面，一步一步，蹄子踩在地上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像一道影子。吴道朝着岭上的方向走，老贺和小黑跟在他身后，不远不近，始终保持着几步的距离。村里的人都跟在后面，躲在树后，手里拿着黑狗血和锄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岭上的风很大，吹得草木哗哗响。老驼道上的石头被月光照得发白，像是一根根白骨。吴道走在老驼道上，脚下的石头硌着脚，耳边只有风吹草木的声音，还有老贺和小黑的哼哧声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像是贴在他的后颈上。走到一半，小黑突然停下，抬起头，对着一棵松树嘶鸣起来。那棵松树下躲着二柱的娘，二柱的娘吓得浑身发抖，手里的黑狗血洒了一地。小黑朝着松树扑过去，老贺也跟了上去，嘴里发出尖锐的鸣叫声：“快泼狗血！”陈婆婆大喊一声，躲在树后的村里人冲了出来，拿着黑狗血朝着老贺和小黑泼去。黑狗血洒在老贺和小黑身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像是烧红的铁碰到了水。老贺和小黑发出凄厉的嘶鸣，身上的毛掉了一大片，露出底下溃烂的皮肤。小黑被黑狗血泼中，变得更加疯狂，朝着人群扑过去，一口咬住了一个村民的胳膊，村民的胳膊瞬间流出了黑血，疼得嗷嗷直叫。老贺则朝着吴道扑过来，那只血红色的眼睛盯着吴道，蹄子高高抬起，像是要踩碎他的头。吴道拿着桃木枝朝着老贺的头打过去，桃木枝打在老贺的头上，发出啪的一声，老贺疼得后退了几步，喉咙里发出愤怒的鸣叫声，却不敢再靠近。桃木枝是阳木，能克阴邪，快往驼骨崖引！陈婆婆又喊，手里拿着一道黄符，朝着老贺和小黑扔过去。黄符贴在老贺的身上，老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鸣叫，转身朝着驼骨崖的方向跑。小黑也跟在后面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吴道和村里人跟在后面，追着老贺和小黑。驼骨崖越来越近，崖下的风声越来越大，像是无数骆驼在嘶鸣，又像是无数人在哭嚎。终于，老贺和小黑跑到了驼骨崖边，前面是万丈深渊，后面是追上来的人群，退无可退。老贺转过身，站在小黑身前，护着小黑。那只琥珀色的眼睛和血红色的眼睛盯着人群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闷响，像是在警告。小黑躲在老贺身后，露出半个脑袋，眼睛里满是阴冷，没有半点害怕。陈婆婆走到最前面，手里拿着一碗黑狗血，对着老贺说：“你本是通阴的驼，却沾了死人的气，怀了凶胎，害了人命。”说完，陈婆婆把黑狗血朝着老贺和小黑泼过去。老贺突然仰起头，对着月亮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，然后他突然转过身，用头把小黑撞向驼骨崖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没人想到老贺会这么做。小黑被老贺撞得飞了起来，在月光下划出一道黑色的弧线，然后重重地摔下了驼骨崖，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，很快就被崖下的风声吞没了。老贺看着小黑摔下崖的方向，站在崖边一动不动。那只血红色的瞎眼突然流出了血，红的血混着泪，滴在崖边的石头上，砸出小小的血坑。他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哼鸣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忏悔。就在这时，岭上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驼鸣，那鸣叫声震耳欲聋，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。崖边的石头开始晃动，草木疯狂地摇摆，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岭上的老驼道上走了出来。那黑影是一只骆驼，一只没有头的骆驼，身子像牛那么大，浑身漆黑，没有毛，露着底下的白骨，四条腿踩在地上，发出哐当哐当的响，像是铁蹄。它的脖子处是一个血淋淋的窟窿，没有头，却能发出驼鸣，声音凄厉而诡异，是无头驼鬼。陈婆婆
婆的声音发颤，是早年死在驼骨崖的驼伤的驼成了精，附在了老贺身上，让老贺怀了凶胎，就是为了借凶胎的身子重见天日。无头驼鬼走到崖边，停在老贺身后，脖子处的血窟窿对着老贺发出一声低沉的鸣叫声。老贺浑身一颤，像是被控制了一样，突然转过身，朝着吴道扑过来，蹄子高高抬起，眼看就要踩在吴道的头上。吴道来不及躲开，只能闭上眼等死。可就在这时，老贺突然停住了，他的头扭向无头驼鬼，然后他突然扬起前蹄，朝着无头驼鬼撞过去。老贺的力气很大，无头驼鬼被撞得后退了几步，脖子处的血窟窿里流出了黑色的血。老贺再次朝着无头驼鬼撞过去，一次又一次，像是疯了一样，嘴里发出凄厉的嘶鸣，身上的毛被撞得掉了一地，皮开肉绽，露出底下的骨头。老贺不是邪性，他只是被无头驼鬼控制。他怀凶胎不是为了索命，而是被无头驼鬼逼的。他把小黑撞下崖，是为了不让小黑被无头驼鬼利用，成为索命的工具。无头驼鬼被老贺撞得发怒了，脖子处的血窟窿里发出一声巨大的鸣叫声，然后他突然伸出蹄子，朝着老贺的肚子踩过去。老贺躲不开，被无头驼鬼的蹄子踩中了肚子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鸣叫，肚子被踩破了，肠子流了出来，红的白的，洒在崖边的石头上。老贺倒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却还是抬起头，对着无头驼鬼嘶鸣。那只琥珀色的眼睛盯着吴道，像是在告别。陈婆婆大喊：“就快用桃木枝打他的血窟窿，那是他的命门！”吴道回过神，拿起桃木枝，朝着无头驼鬼的血窟窿冲过去。村里人也跟着冲上来，拿着锄头、木棍，朝着无头驼鬼打去。桃木枝插进了无头驼鬼的血窟窿里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黑色的血溅了吴道一身。无头驼鬼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鸣叫声，身子开始晃动，身上的白骨慢慢碎裂，化作一缕缕黑烟，被崖下的风吹散了。无头驼鬼消失了，岭上恢复了平静，只有风吹草木的声音，还有崖下的风声。吴道跑到老贺身边，蹲下来，抱着老贺的头。老贺的身子越来越凉，那只琥珀色的眼睛慢慢闭上了，喉咙里最后发出一声低低的哼鸣，像是在跟他说再见。然后头一歪，没了气息。老贺死了，死在了驼骨崖边。为了反抗无头驼鬼，为了保护他，也为了赎罪，老贺死了，无头驼鬼也散了。驼骨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失踪的人虽然没找回来，但村里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他们把老贺埋在了驼骨崖边，立了一块小小的石头当做墓碑。虽然老贺怀了凶胎，害了人，但他最后反抗了无头驼鬼，救了全村人。村里人心里对他也有了几分感激。吴道回到了老院子，院里的驼窝空了，石槽里的水结了冰，草堆旁还留着老贺和小黑的毛，黑色的、棕色的，沾着淡淡的血渍。他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心里一阵空落落的，像是少了点什么。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可没想到怪事才刚刚开始。回到院子的第一天晚上，吴道就听见院里有驼蹄声，啪嗒啪嗒，很慢，绕着院子走，跟老贺活着的时候一样。他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，院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月光洒在地上，冷冷清清的，没有半点动静。可那驼蹄声却一直在耳边响，似有若无，缠在耳边，挥之不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吴道发现院里的石槽被舔得干干净净，像是有骆驼喝过水。石槽边还有几个小小的蹄印，跟小黑的蹄印一模一样。他心里一紧，小黑不是摔下驼骨崖了吗？怎么还有蹄印？他走到驼窝旁，驼窝的干草上放着一根黑色的驼毛，是小黑身上的毛，毛上沾着血，还有崖下的泥土。吴道的心里升起一股寒意，小黑可能没死。他从驼骨崖下爬上来了，回到了老院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院里的怪事越来越多，夜里的驼蹄声越来越频繁，还多了小黑的滋滋声，像是在院里乱窜。早上起来，院里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死老鼠、死鸟，喉咙都被咬破了，血被吸干，跟小黑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更吓人的是，吴道的床上总会出现黑色的驼毛，沾着淡淡的阴气，像是有人放在那里的。吴道找了陈婆婆，陈婆婆来院里看了看，脸色白得像纸，说：小黑的魂没散，他摔下驼骨崖，身子碎了，可魂却沾了驼骨崖的阴气。他回来了，附在了这院子里，缠上你了。他是凶胎。凶胎？魂比普通的驼仔更凶，又沾了无头驼鬼的阴气，现在没人能镇住他了。那怎么办？吴道的声音发颤，他能感觉到有一道黑影一直在院里，在他的身后盯着他。那道黑影就是小黑的魂。只能走，离开这院子，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回来。陈婆婆说：这院子被阴气缠上了，小黑的魂认了这院子，认了你。你不走，早晚要被他索了命，跟你爷爷一样。吴道不想走，这是爷爷留下的院子，是他在驼骨岭的根。可他也害怕小黑的魂无处不在。夜里他睡着的时候，总能感觉到有东西趴在他的床边，舔他的手。那东西的舌头冰凉的，像蛇的舌头，还带着淡淡的血腥味。他收拾了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可就在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，院里突然传来了驼鸣，是老贺的叫声，还有小黑的滋滋声，一唱一和，凄厉而诡异。院门口的风突然大了起来，吹得院门哐当直响。一道黑色的影子从驼窝旁窜
窜出来，挡在了院门口。那影子很小，像小黑活着的时候猫那么大，浑身黑色，没有脸，只有2只眼睛，一只琥珀色，一只血红色，在黑暗中泛着冷光，盯着吴道，嘴里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，跟老贺一样。吴道吓得后退了几步，靠在墙上，手里的行李掉在了地上。那黑影慢慢朝着他走过来，脚步很慢，像小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摇摇晃晃的，却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你别过来！吴道大喊，拿起门后的铁棍，朝着黑影打过去。可铁棍却穿过了黑影的身子，打在了地上，发出哐当的响。黑影没有半点反应，依旧朝着他走过来。黑影走到他的面前，抬起头，用头蹭了蹭他的胳膊，动作很温顺，跟小黑活着的时候，跟老贺一样。可吴道却感觉浑身发冷，那股阴冷的气息从胳膊窜到全身，像是掉进了冰窖里。他突然发现黑影的身上沾着老贺的毛，棕色的，还有一丝血渍，是老贺死在驼骨崖边时的血渍。小黑的魂不仅缠上了他，还带着老贺的气息。他不想让他走，他想让他留在这院子里，永远陪着他，陪着老贺。吴道看着黑影，心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酸楚。他想起了老贺，想起了老贺为他长大的日子，想起了老贺最后为了保护他死在驼骨崖边的样子，也想起了小黑。虽然小黑是凶胎，害了人，可他也只是一个被无头驼鬼利用的傀儡，他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他。他放下了铁棍，蹲下来，伸出手摸了摸黑影的头。黑影的头很凉，像冰，却很温顺，蹭了蹭他的手，嘴里发出低低的哼鸣，像是在撒娇。我不走了，吴道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我陪着你，陪着老贺，守着这院子，守着驼骨岭。黑影像是听懂了，围着他转了一圈，然后慢慢回到了驼窝旁，化作一缕黑烟，钻进了草堆里。院里的驼蹄声和鸣叫声慢慢消失了，恢复了平静。陈婆婆听说吴道不走了，叹了口气，再也没来过老院子，只是让人给送来了一道黄符，贴在院门上，说能挡一挡外面的阴气，让小黑的魂不会出去害人。从那以后，吴道就留在了老院子，跟小黑的魂还有老贺的气息一起生活。院里的怪事还在发生，却不再吓人，反而多了几分温情。夜里，吴道会听见驼蹄声，绕着院子走，走到他的窗下就会停下，发出低低的哼鸣，像是在跟他说晚安。早上起来，石槽里总会有干净的水，像是有人给添的。驼窝的干草总会被铺得整整齐齐，像是有人收拾过。他的衣服脏了，放在院里，第二天一早就会被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窗台上，上面还沾着一根黑色的驼毛，一根棕色的驼毛。吴道知道是小黑的魂做的，小黑带着老贺的气息在陪着他，照顾他，像老贺活着的时候一样。他依旧每天喂着石槽里的水和干草，像是老贺还在，小黑还在。他会坐在驼窝旁，跟小黑说话，跟老贺说话，说着城里的事，说着村里的事，说着爷爷的事。虽然没人回应，可他能感觉到有2道气息在他身边，听着他说话。一只琥珀色的眼睛，一只血红色的眼睛盯着他，带着温柔。村里的人慢慢接受了吴道，也接受了院里的小黑的魂，他们不再害怕，偶尔会来院门口跟吴道说说话，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说老贺和小黑还在呢。吴道会笑着点头，在呢，一直都在。入秋的一天，吴道去岭上割草，走到驼骨崖边，看着老贺的墓碑，墓碑上长了青草，沾着露水。他蹲下来，摸着墓碑，说：老贺，我来看你了。小黑很乖，没出去害人，院子里一切都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崖边的风很大，吹得草木哗哗响，像是老贺的回应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哼鸣。他割了些嫩草，准备回院子，走到老驼道上，突然看见一道黑影跟在他身后，很小，摇摇晃晃的，一只琥珀色的眼睛，一只血红色的眼睛，在阳光下泛着光，嘴里叼着一根棕色的驼毛，像是老贺的毛，是小黑的魂。他跟着他来岭上了，来看看老贺。吴道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对着黑影笑了笑，走吧，咱们回家。老贺也跟着咱们回家。黑影像是听懂了，摇了摇尾巴，跟在他身后，一步一步走在老驼道上，驼蹄声啪嗒啪嗒，很慢却很稳，跟老贺活着的时候一样，跟小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一样。夕阳西下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映在老驼道上，像是一道驼影，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驼影，守着驼骨岭，守着老院子，守着一份跨越生死的陪伴。从那以后，驼骨岭的人都知道，吴道的老院子里住着一峰母驼，一只驼仔，母驼叫老贺，驼仔叫小黑。他们虽然不在了，可魂却一直留在那里，陪着吴道，守着那座荒院，守着那片荒岭，守着驼骨岭千年的驼魂，守着那份藏在荒岭深处的温柔而诡异的牵挂。而吴道也成了驼骨岭新的守驼人，守着老贺和小黑，守着爷爷的遗愿，守着这岭上的驼影，一辈子不离开。夜里的驼鸣依旧会在老院子里响起，凄厉却温柔，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骆驼、关于生死、关于陪伴的故事，在荒岭的风里传了很远很远。